方可以看到这个教堂。教堂太高了，坐到进来了。非常本地的店。Hello， 下午的房子。我们的饭店附近就有地铁站和捷运站，对面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边斜对角有一家三角窗的面包店，叫做 PO。今天早餐就在这边解决吧。我们点个面包、咖啡，坐在里面吃。原来它里面的装潢还蛮复古风的。咖啡的拿铁配上一个巧克力卷，这样一个套餐是125。这一套是多少钱？165。因为有鸡蛋。吃完早餐就在饭店附近的这个电车站，直接搭22号电车，我们要前往布拉格城堡区。这一段行驶时间大约是20分钟。下车后跟着大家过马路到对面。哦，对了，这边有一间免费的公共厕所。我们房间的窗户看出去，远方可以看到这个教堂，就是在城堡区这里。教堂太高了，你现在有点背光。大家先走一下。有车都进来了，超多人在排队要进去，可能要早一点。到这里啊，这边有卖票。啊，这边就可以拍得进去了。这个是教堂的背面，这边是城堡广场。有些人呢是从这边爬楼梯上来，然后进入到城堡区。我们是反着走，是从城堡区出来，然后走到这个城堡广场，然后走下坡，这样比较不累。景观很好，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斜坡上来，走下去比较省力。现在我们拍的时候是接近中午时间了，我觉得傍晚这边照过去应该会还蛮漂亮的。如果不想这么累的话，就是坐电车上来，然后走这个阶梯下去，还蛮多阶梯的。我们是刚刚是坐22号电车进来城堡，然后逛一圈，从后面的这个城堡阶梯往下走，这样你就不会很喘了。每个人都爬得气喘吁吁的，爬上去就是城堡了，还蛮多阶梯的哦，我们才下来一半。继续往下走。我们要来拍这个彩绘墙。上面这里就是查理士桥。这边是查理士桥了，城堡区在那边。
对啊，桥上卖东西的人出来。现在11点，桥上开始很多人了。那天我们一大早来，比较没有人，然后天气凉凉，很舒服。查理市场总是这么热闹。现在我们搭电车离开城堡区，我们要去吃午餐了。这家餐厅是我老公在网络上找的，他说网络上写很少。几乎没有观光客会来这家餐厅用餐，就是本地人在吃的。每天他都只卖中午，而且6日不开。上面每一天的菜单会不一样，我看大家现在都在看菜单，然后拿着桌盘过去点餐。OK， 我们都随便点了，因为也看不懂捷克文，然后手机翻译没有捷克文，有点困难。我就跟他说我要鸡肉了。随便他那个，我是猪肉，然后这个就是炸猪排，这个什么片啊？马铃薯啊，哦，好了，这个很本地又便宜，可是真的不会点。它的烤鸡非常好吃，然后它酱汁是很浓稠的那一种。马铃薯虽然是水煮的，上面有香料，这边还有一些酱料里，这个有点像咸咸的酱油。又有一点像鱼露味，咸咸的，还有胡椒、盐巴，你可以自己加。那像我就加了这个酱汁在肉跟马铃薯上面，就非常好吃。然后这一盘猪排呢，它的猪排里面很 juicy， 不是很干很硬的那种猪排。它的马铃薯是沙拉，有美乃滋那种凉拌沙拉，加了洋葱的马铃薯，就还蛮香的。这2道菜都还不错。现在我们要去点第3盘。吃饭时间这边人好多，应该都是来工作的人吃的，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好，本来要点猪肝饭，结果猪排吗？猪肉饭。猪肉饭。很软。可是感觉那个猪好像很瘦的。对，很香哦。饭，第一次吃这边吃饭，不像肉包粉。这卤肉饭的酱，太好吃了。所以这边人应该很爱台湾的卤肉饭。好啦，这家店名就放在这边，有兴趣的人呢，你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当地人吃的料理哦。我们搭2号、3号来这边，我们要去星期6的农夫市集。刚刚2号、3号在这边下车，过马路，看到吗？下面有摊位了。农夫市集早上8点开始，只有星期6才有。到一大早，现在才8点20，摊位是不是都有了？上次来布拉格，我们都没有来到这个农夫市集，看还有什么新鲜货吧。烤肉味。Armenian street food。阿美尼亚的食物。阿根廷的吗？就卖一些农产品、蔬菜，可能是一把这样卖。香菜1捆30块，40多块台币，40多。他们的冰岛有
浅色的，黄瓜短短的。这是什么脆色菜吗？这什么特别？好像花类。有不同颜色的番茄。你看，很多这个，什么颜色都有。他们很多人提那个竹篮子来买菜。Hello. How much is this one? It's 65. Can I have one? And 25 baht. Thank you. Thank you. Here, the napkin. Okay. And the fruit. Thank you.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，应该是咸的。65块，大概是80多块台币吧，如果没有换算错的话，还蛮有重量的。我们去那边吃好不好？好，要找地方吃。那边旁边。不然等下那个鸽子吃掉。我觉得里面应该是酸黄瓜加 cheese， 看起来像酸黄瓜。酸黄瓜，来试试看试试看。我也不知道什么，65块。是酸黄瓜吗？不是酸的，好好吃哦。是黄瓜，可是有 cheese。对不对？哦，是高丽菜。好像是高丽菜还是 spinach？好像你放牛肉面那种。没有哎，可是这个好像一块一块是什么瓜类的？你们放牛肉面那个酸菜啊？酸菜不酸。哎，你试试看，很好吃。又是台式口味嘛？哎，有一点像哦，好像你们的菜包哦。菜包。真的很像哦，加起司。糟糕了，你已经说每样食物都很像台湾菜。有类似的，对。有类似哦，所以很适合台湾人口味。我觉得如果热的可能是。啊。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你要不要再看？好啊。哦，掉了。啊，它里面的料就是长这样，好像是有小黄瓜还是节瓜，然后加 cheese， 就有点 mustard 的味道。它可能有加酱下去，还蛮好吃的。好吃，好吃的，我觉得好吃。好吃，就像台式的有点。不像菜包啦，怎么会像菜包？可是我觉得应该很适合台湾人口味，这个很 OK， 可以买。这个好像很香哎，这个它烤出来的好香啊！什么来的？cabbage 啊？对 ，cabbage。很香。它里面有 cabbage， 有 pork， 然后有这一种很像意大利面的东西。这个是100克是80这边的钱。这个是那个面的。对，它是 potato 什么？我记得我们在哪里有吃过这一个。很好吃。然后这样你讲，这个怎么？因为它可以买100克，有称重的你就不用一次吃太多。这是100多克吧？这个肉很香哦。我觉得它肉应该还蛮好吃的，我在这边闻，觉得好香。它有烤肉的那个油的味道在里面。很香的这个。很好吃。Horse radish 上面有 horse radish。而且像是啊，对。乱。没乱。你吃吃看。有点呛。Fresh 的 wasabi 啊。好快剪掉。他买了一盘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然后加了这个有点像是 wasabi 口味的，这个好好吃。叫他帮我掺一起。80，他说这是斯洛伐克的那个。
好多面包啊！那面包好大哦，吓死人了。逛完农夫市集，就沿着河岸一直往前走，就会看到这个景色。这一栋就是跳舞的房子，它里面像是饭店。来到捷克旅游，怎么能不来这个 CK 小镇呢？这小镇实在是太有名了。下一集我们从布拉格出发，来个 CK 一日游。